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以诺画室，我是 Alex。我们今天继续绘画椅子的光影部分。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，除了上节课的以外，还需要 2B、4B 铅笔。大家请看屏幕上的工具说明。好，我们进入到椅子光影部分阶段的一个刻画。这一步呢比较重要，同学们注意老师在绘画过程中分析的一个思路。我们同样拿起 2B 铅笔，把亮暗面给分开啊。大家遇到复杂的物体，亮暗面分开的过程中，要进行一个统一的处理啊。我画暗面就一直画它的暗面，其他的灰面不要管它。首先，我们先把影子的位置画出来。啊，这边有点虚掉了。大家注意观察，这个影子其实也比较有透视关系哦。把上节课的一些线条给擦干净。在画之前呢，我们判断光从哪里照射啊？这幅画呢，光是从右上方照射下来，它的影子呢产生在左边，而且没有拖得特别长，说明它这个光线呢没有在特别水平的位置照射啊，应该是比较高的位置照射下来。OK， 那光在靠右的地方，背光面就在左边啊。我们观察图片也可以知道，我们可以拆开来分析啊，比如说像这个椅子的这一条靠背，它的背光面就在左边，其他的也是一样，都在左边。我们只要遇到左边有侧面的物体呢，就把它简单的画上一层阴影。这些都在左边。好，大家检查一下还有哪些地方，包括影子啊。亮暗分开，基本这个物体的立体感也就呈现出来了。我们只需要把刚才排线的地方把它刻画均匀一点啊。注意明暗交界线贴边的一个处理。这一步同学们可以拿4B，把这个暗面先画出来，不要削尖，注意后面的线条不要去刻它。你觉得后面的不清楚，可以拿橡皮擦把它修干净。这里有2个部分的
光影已经重叠了，我们需要区别它的亮暗的一个关系啊，因为底下这一块它可能受上面这块的遮挡以及有影子的部分，我们可以适当的把底下这块加重。好，这边继续。明暗交界线。好，这一步同学们觉得有颗粒感，可以拿擦笔去进行一个均匀的处理。好，到这边的明暗交界线，这边的明暗交界线要画重一点，因为它离我们比较近。同学们还记得吗？贴地的要加重。好，现在处理这个位置。OK， 我们检查一下，看哪里需要调整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位置有一点点的影子？我们可以画上去。好，影子部分的处理啊，我们也要做到细腻。影子这里呢，正好是贴着它的亮面；影子这里呢，正好是贴着凳腿的亮面。我们可以简单的压亮面的边，画到影子的部分，这样呢，它们的颜色更加分明，效果更加立体。
好，我们把这个影子的位置处理干净，影子前面的要偏重。大家注意观察啊，前面的不是靠近我们这里咯，啊，它是离光源比较近的位置要加重，离光源近的才称之为前面。好，因为我们一直用2B 来画暗面啊，如果你用4B 的话，待会灰面可以用2B 或者3B。那老师一直用2B 来画的话，待会灰面我可能会选用到 B 的型号啊，就是 1B 的型号啊 ，B 的型号。OK， 处理一下这个灰面。啊，注意灰面是怎么样的啊？是这一个立面，称之为灰面。啊，这个位置也是一样。我们画灰面的时候，可以简单留一条白线在明暗交界线附近啊，这样显得这个木头更光滑一点。这里应该有一点点小影子，然后是这边，啊，这个位置要轻。好，我们处理亮面的部分。亮面就轻轻一层，啊，就 OK 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凳子的画法。同学们学会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处理背景的部分。当然，如果你就画成这样也没有关系啊。但是如果你想更完整一点，我们可以处理背景的部分。背景的部分贴着亮边一起，贴着亮边开始画。注意背景要画重一点啊，遇到贴边的情况，不要跟凳子的颜色混在一起。OK， 我们先铺一层，右边一样。
先铺一个统一的颜色，待会再做颜色上的区别。好，这一步我们使用纸巾，擦的时候注意接触面的平整。好，注意有的地方空隙不要忘记。OK， 这是一个大概的背景的处理啊。我们现在进行更细一步的背景颜色处理。可以找一支比较尖的笔进行贴边的处理。注意这些地方也是一样啊。背景的处理比较重要，大家不要觉得这一步漫长而感到厌烦。如果你觉得累了，就休息一下。因为左边是比较靠
凳子的亮面啊，所以我们左边这里适当加重，而右边这里又是暗面，暗面这里呢，我们强调一下之后呢，背景让它渐变过来。总之每条线都需要贴边，除了暗面。好，这个位置的贴边已经可以了。上面的地方，好，再到上面的地方，这也是一样。我们贴边处理的细腻之后呢，这个物体颜色就会比较明确，有没有？而且给人感觉非常的舒服。这个地方再把它做到位。好，还有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。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呢，如果它的暗面跟背景融在一起，我们可以适当强调一下暗面。像这个地方暗面有点跟背景融在一起，我们再强调一下暗面，让它区别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颜色的处理啊，我们不要区别太大，还是要画一部分的。那这里就不需要贴边了，因为左边都是暗面的边界。我们要贴边也只能把暗面这个形状给画清楚。这个地方暗面还不够，呢，它就会跟背景融在一起，然后这个效果呢就会变淡。所以颜色一定要区别啊，画素描就是颜色跟颜色之间的一个差异性。
OK， 我们现在继续把暗面后面的背景给糊上。有必要的时候需要用上纸巾。纸巾呢会让背景的颗粒感降低，然后呢物体就会往前面靠。好，我们再检查一下有没有觉得这里特别的亮啊。好，我们再进行一个颜色上的调整。这边也是一样。我们的笔一定要尖啊。OK， 这个蹬腿感觉还不够明显，你再把这个蹬腿的位置跟影子的部分画一下。感觉更加的明显了，有没有？继续把不合适的地方把它加重。已知的这条明暗交界线可以再强调一下，让它更加立体。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靠前的。进行一个调整。如果有更多的时间，大家可以把背景画得更细一点。同学们有收获吗？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节课再见，拜拜。